想走的话，回答我3个问题，我帮你离开这儿。你叫什么名字？叫陈三国。这名字真难听。第2个问题，今晚我要参加一个酒会，你看我穿哪件好看？都好。送报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已经超过规定时间半个小时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你可以走了。这咱走。我舅舅管得很严，平时我就用这个，逃出去散心。谢了。陈三国，陈三国，根本不叫陈三国，骗子！少问了一个问题，忘了问他住哪儿了。哎，那有香有醋嘛，花好。前来取报的同志已经陆续进去几个人了。如果报纸不能再及时送到，那么已经进去的同志相互之间会碰上的。真要是那样，麻烦可就大了。他来了。
敌人今天查得很严，他肯定是遇到敌人搜身了。没出问题就好。哦，对了，我这儿还有一好消息要告诉你。华阴山游击队急需的药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和潘书记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亲自去一趟华阴山，把药品送上去。什么时候出发？明天晚上7点。具体的运送方法和接头方式，我明天会告诉你。马上就可以和老彭同志见面了，心里一定很高兴吧？好了好了，要是没什么事情，就早点回去吧，也好准备准备。好，那你也早点休息。我不看到最后一个同志把报纸取走，我这心里是不会踏实的。好，那咱们茶楼见。共产党都搞到老子头上来了，给我接许向飞。剿匪不力，尚可原谅。挺金堡迟迟未破，断不可恕。现在可好，共党的挺金堡都上了我的办公桌了，恭喜都攻到我的头上了。许翔飞呀，许翔飞，3个月前你是立国军令状。长官，再宽限几日，翔飞一定不辱使命，剿灭共党。还让我宽限几日？我要执行军令状，你早就成了党国的烈士了。长官，按理说，你辜负了党国，有辱使命，最多问你一个失职之罪。可是你在3个月前，在兵种的汇报会上，你夸下了海口，还装模作样的立下了个军令状。当时重庆的各大报局全文刊登了你的豪言壮语。国府知道了这件事情，还特别发了嘉奖令，你无功受辱。你的局面闹得太大了，现如今连蒋委员长都保不了你。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杀身成仁，自裁谢国。
宣读义士许祥飞声明。许祥飞，民国3年生于湖北大冶，黄埔军校77学员。民国21年加入组织，民国24年4月调入国民政府武装军营，历任调查科司法科员、第3组组长、精简大队大队长等职。民国34年6月被代理长官提拔为军统区第3处副处长。民国35年1月在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民国36年调任重庆绥靖公署第2处担任副处长一职，至今。许祥飞义士任职数载，忠律忠纯，谋勇兼备，为党国千秋大业不辞辛劳，为秉承领袖意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以之若鸿儒，继之以心腹。因承一代勋名，自有足千秋者。4等云辉勋章1枚。现在我要宣布一件事情：今天在场的诸位，不论职业高低，不论军衔等级，只要他愿意继承先烈没有完成的剿匪大业，只要他愿意再立扶危戡乱的军令状，那么他就有资格带上这2个金光闪闪的将星。如果他在30之日内反对了共党的挺进报，消灭了华阴城的游击队，我顾少廷一定要上报国府为他请功。那么，到了为党国解难、为领袖分忧的时候，都变成哑巴了啊！义士出列。我叫杜银山，在美国诺福克海军基地受训归国不久，2个月前经毛局长举荐，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2处警卫总任少校组员。杜银山，你觉得你能担此重任吗？在诺福克受训的4年里，我接受了严格系统的情报技能和军事指挥训练。凭我所学，透过一份共党的游印小报，剿灭一伙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应该是不费什么力气的。年轻人，我说句实话，
我很欣赏你的勇气，但我很怀疑你的能力。剿灭共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靠一腔热血，逞一时之勇是做不到的。好，那我现在就向长官证明我的能力。这位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满大街都是悬赏通缉他的个子，他就是华阴山游击队的政委彭永武。昨天我亲手抓了他。好，这才是党国之精英，民族之栋梁。我现在任命你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2处代理处长，华阴山剿匪司令。我薛长官在。慢着，我要亲自给他授衔。义士杜云山授衔仪式开始，敬礼。兄弟，这个位子是虚的，等你马到成功之后，我一定亲自去趟国府，为你讨一个名正言顺的委任状。多谢长官栽培。好，长官，这个彭永武，我们怎么处置？人是你抓的，你是剿匪司令，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看。那我就把他斩首示众。叫醒呢？彭政委，我知道你是重庆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前我曾经跟你说过，只要你交代出1、2个人，我杜阴山就可以保你没事，甚至还可以在我这儿给你谋个一官半职。但是看现在这个情形，你已经中毒太深，无药可救了，我也帮不了你。唯一能够为你做的，就是尽快送你上路。至于能不能保个全尸，那就不得而知了。前些天，双枪老太婆跟大伙说，今天会有一批药品出城，明天送到华阴山。我没说错吧？出城通道、水路码头，我会严加盘查。没有药品，游击队的那些伤员们只能等死了。那还有，明天下午，我会在
游击队经常出没的临水县城把你公开处决。这个消息连同你的照片，明天会刊登在《中央日报》上。来，笑一笑。你是游击队的政委，双枪老太婆不会见死不救，他们看到报纸一定会来发场。他们的人我全认识，到时候我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没有想到啊，真是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份普通的油印小报，居然要了徐香飞的性命。韩书记，看来你提出的实施攻心战还是很有道理啊。打死一只恶狗，又来了一只野狼啊！怎么？我在长官公署有几个所谓的朋友，闲聊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这个新上任的2处处长曾经成功地打入过我们游击队内部，而且还逮捕了我们一名游击队的同志。至于是哪名同志，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已经决定在临水公开处决这位同志。临水？那他们的目的是想……对，没错，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诱杀我们的游击队。所以你必须马上通知老彭和周华，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不然的话会中了敌人的圈套，后果将不堪设想。我明白了，正好朱云同志今天晚上上山送药品，我一定让他把这一新情况及时的通报给游击队。还有，南方局指示我们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全面开展对敌攻心斗争。为了贯彻上级的指示，《挺进报》要扩大印数，大批量的投寄给敌方人员。这个时候的《挺进报》就应该像一把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可目前敌人对印报纸张的管制特别严，况且我们用于印报的纸张已经不多了。这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为了保证报纸的数量和质量，我准备把印报的纸全部改成挪威的打字纸。这种纸韧性好，纸也薄，而且吸墨性也很快。这种纸好是好，可目前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啊。我已经找到门路了，已经派人去秘密采购了。快点，快点，轻点放，轻点放。好，谢谢了，谢谢。好，孙老板，再见。好，您慢走，您慢走。进来。出错，您的东西搬过来了。人都到齐了吗？军官大队警察局和宪兵团的长官们都已经到了，只有保密局的燕站长还没有到。不过刚刚打来电话，
严查了。这个位子是谁的呀？报出错，是保密局重庆镇镇长。拿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地下党很是活跃，在工厂、学校、警备区各县都有发现。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华蓥山共匪日益猖獗，肆意滋事，已经到了非出不可的地步。明天下午，我们在临水县城有行动，我会亲自组织。79军清剿部队要全力配合，争取将华蓥山共匪一网打尽。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想请诸位就挺进报一案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办法。石局长，你先说。兄弟，我是个大老粗，刚从总统府调过来，追随总统多年了。重庆这边的情况我还不太熟悉，挺进报一案还得仰仗英山兄多多费心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车坏了。请坐吧。石局长，你接着说。遵照顾长官的指示，我们警察局愿意全力协助。好，请坐。沙团长，宪兵团全力以赴。好，请坐。老叶，你也说说看。接到公道，是我叶某分内的事，保密战理应冲锋在前。在其位，谋其政。诸位要想坐稳自己的位子，就应该竭尽忠志，是为党国效力。啊，是。遵照顾长官指示，我提出以下措施：一、严查邮路，死守邮筒，严密侦查挺进报的投邮情况，尤其是邮局的邮工。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破新闻界和文化界左翼人士的活动，必要的时候要进行一次全面的突击检查。三、多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从今天起，各方面搜集到的情报每天要及时上报，破案立功者奖，疏忽怠慢者罚。诸位啊，我在顾长官那儿是立了军令状的，这点大家都清楚。今天我要告诉诸位的是，那份军令状不是我一个人的紧箍咒，更不是我杜某自己的催命符。在座的所有人都有份儿，恳请诸位为党一起，分头行动吧。我等大家的好消息。
搭车。好看吗？好看，二位这边请。两位请靠近一点。先生，请您笑一笑。怎么了？引爆的就在这里。你没放回家？我本想照完照片之后直接送到陆先生那儿的。没事了。具体是哪位同志被捕了？还不清楚，潘书记正在托人打听。总之，你这次到了华阴山，一定要把这一情况及时转达给周队长和老彭。市委的指示是，在临水刑场，绝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明白。目前，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战略反攻时期，南方局也对川东的地下斗争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要以农村武装斗争为重点，建立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破坏敌人的兵源和粮源的供应，从而配合我们大反攻，迎接大军入川。城市工作嘛，也要服务于农村武装斗争。下一步，市委准备输送一批干部到农村去，具体是哪些人员下去，潘书记还在甄选。你告诉周队长和老彭，让他们做好接应准备。老许，关于华阴山游击斗争的形势，我有一些想法。好，你说。我建议不要采用公开斗争的方式，不开大会，不打旗号，不搞公开的武装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开展一些抗丁抗粮的斗争，花些时间把起义失败后遭受到破坏的党组织迅速的清理恢复起来，在敌人的魔掌缝隙里坚持战斗，把红旗撑持到胜利。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在此之前，我们所举行的几次起义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我们声势规模太大，从而引发了敌人的大规模围剿，损失多么惨重啊！血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吸取。这样吧，你通知游击队的同志们，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市委暂不做具体部署，请游击队的同志们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灵活开展。还有，你这次上去以后，如果情况许可的话，你可以在那儿多留一段时间，也好把组织的部署和指示都落实一下。3年没见你了，你去哪儿了？怎么在大街上叫名字呀？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啊？我要结婚了，刚刚照完婚纱照片。就是那位啊？怎么样？还行吧？够体贴的。他也是我们的同志，在城区区委工作。有没？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这也不能说，这是纪律。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不是在负责《挺进报》？上一期的《挺进报》我看了，里面有一篇署名楚楚的小短文，
是你写的吧？上面还提到我们上学的时候办剧社的事儿呢。哎，咏梅，我的事儿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包括他。放心吧，这点保密意识我还是有的。朱云同志，你走了以后，《挺进报》的科学工作由谁来负责？楚云霞，《挺进报》的联络员。最近一个时期，特务盘查的特别严，这一点我想你已经感觉到了吧？所以，为了减少暴露的几率，我想是不是可以让负责新闻稿件的同志和负责科写蜡板的同志住在一起？恐怕不行。收听广播、记录新闻稿的同志是个男的。男的，那就更好了，就让他们两个以夫妻的名义在一起工作，多好的掩护！他们两个？怎么？他们两个人年龄相差很大吗？那倒不是，这两位同志的关系一直不是很融洽。哎，关系不融洽还能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吗？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是同学就更没有问题了。好了，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好，我马上去安排。朱云，码头是敌人盘查的重点，那儿的特务更阴险、更狡诈，所以你要加倍小心，确保这批药品能够安全及时的送达。还有，市委已经恢复了陈依然同志的组织关系，今晚在码头配合你行动的就是他本人。好，我明白。朱云，一定记住，到了华蓥山见到老彭以后，替我问好。哎，你什么时候结婚？最近吧，我们打算去教堂办婚礼，又浪漫又洋派，你觉得呢？太好了，到时候通知我，我也要去见识见识洋婚礼是什么样子。放心吧，一定教你。哎，你跟那个刘国阳怎么样啊？我和他没怎么样。是真心话吗？当然了，我最讨厌他那副公子哥的做派。毕业典礼的时候，人家可是送你大束玫瑰花呢。什么玫瑰花呀？那是资产阶级的毒草，我才不稀罕。看你那言不由衷的样儿。切，我和他志同道合。他也是我们的同志啊，真看不出来。好了，不说他了。咏梅，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哎，对了，以后的挺进报我就跟你要了啊。我身边有几个信得过的同志，可以给他们看看。好，我走了。有事到德胜大舞台找我。
江山如此多娇，一往昔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人一去情明了。黄梅花盛开在心中，她的故事代代相送。再多一次的选择，也会这么做。红色的信仰风中飞，红梅花盛开在心中，她的故事代代相送。